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们要在新版的水晶科技里面要用5个队伍跟7个队伍，到底要怎样搭配？还有就是有不少玩家一直在问我的问题，到底我的5对骑兵是怎样搭配的？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会一一解答。那么在这一次的 KVK 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发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单体统帅已经是不太行了。因为现在很多玩家呢，他用 AOE 都可以打到你的队伍很伤了，只要你定点站着，有保持输出，用 AOE 打到敌方都可以很赚了。因为现在它已经不像是上一个版本的水晶科技，就是我们的爆发很高，伤害很高，所以你就需要用一些单体统帅高爆发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统帅你可以在场的时间更久了，所以就更加依赖你的 AOE 去打到多个目标，所以就意示着可能之后霍去病、华莱士、布迪卡之类这些单体统帅就会慢慢被淘汰，这个是暂时看到的情况啦，因为不知道之后会变成怎样。我们这个赛季感受下来比较明显的状况是这样子。那至于说如果要搭配的话，要怎么搭配呢？首先先讲一下我个人7个队伍的搭配。我第一个队伍是用秦始皇搭配李成桂，那这个队伍大家也不需要质疑啦，因为我已经分享报告了，其实是还不错的。第二个诸葛亮跟海尔曼呢，其实他的报告比较不稳定，但是诸葛亮搭配海尔曼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持输出，然后还有 debuff。那诸葛亮跟海尔曼最大的问题就是行军速度太慢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允许的情况下，你们可以用诸葛亮搭配斐力。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里面发现到斐力似乎是已经力不从心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水晶科技的影响，所以你们要的话可以用诸葛亮搭配海尔曼，又或者是诸葛亮搭配斐力，其实都是可以的。那我下一个选择就是步兵了。步兵我这里是用白起搭配华莱士。我知道有不少玩家其实是没有把华莱士给觉醒的，因为华莱士的培养成本比较高一点。那其实华莱士呢是有 AOE 的但是他的 AOE 是必须要敌人攻击他了之后才会有 AOE， 所以它这个效果并不是这么好啦。假设说没有人攻击你的话，你就不会自动打出 AOE， 所以有一些玩家他们会选择搭配脱菌晶。脱菌晶算是比较低成本吧，因为有些玩家在早期已经觉醒了，又或者是 K2 的玩家都已经把它给觉醒了，在它改版了之后是有 AOE 范围的，只是它的伤害会比较少一点点啦。但是多数用出来的玩家呢都觉得它的效果不错，所以如果你们有脱菌晶的话，可以尝试搭配脱菌晶，又或者是你们可以像我这样子搭配华莱士也是可以的。因为华莱士它除了有 AOE 假的 AOE 啦，伤害高，还有包括有 buff 跟 debuff， 所以我会搭配华莱士的原因就是这样子，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啦。至于第4个组合呢，就是刘彻搭配斐力，刘彻搭配华莱士，刘彻搭配白起，或者是白起刘彻，或者是刘彻亚历山大都是可以的。目前来说，刘彻还算是很不错的统帅，所以各位可以继续使用没有关系。再来就是霍去病搭配贞德，这个也算是骑兵的固定保留了。然后第6个部队呢，可以用亚瑟王搭配威廉，又或者是你们可以用亚瑟王搭配斐力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些玩家他们可能没有培养威廉啦，而且威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踢掉了，因为我们之前很早就讲他要被淘汰，讲到现在他还没有被淘汰所以你们可以尝试用亚瑟搭配斐力，又或者是弄一堆骑兵啊，可以用霍去病搭配亚瑟，贞德搭配亚瑟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的组合搭配是这样子。那讲到第7个队伍的时候，有些玩家会选择骑兵、步兵、工兵。我个人是选择了步兵，用 CP 搭配朗纳尔。现在 CP 朗纳尔的报告呢，其实不算特别好，但是也不至于太糟糕，比较起骑兵跟工兵。因为骑兵的话你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只能选择司机之类的，但是骑兵多数统帅呢都是没有 AOE 的。像我在前面就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新版的水晶科技呢，其实如果你的统帅拥有更加多的 AOE， 其实效果会更好一点，就撇除掉了骑兵嘛。至于工兵呢，工兵有很多统帅都是有 AOE 嘛，但是现在能够继续使用的 AOE 统帅呢并没有很多。那布迪卡是单体的，珍珠也是单体的，有 AOE 的就包括亚述
跟尼布之类的。但是这两个统帅其实野仗一般般，表现不是特别好，只有 CP 朗纳尔他们是真的专属于野仗用的统帅。但是并不是每个玩家都有3个骑兵、3个步兵或者是3个工兵的装备，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自己有什么统帅的装备呢，你就用什么组合搭配吧。像我有一套领袖装备啦，就是不管什么统帅都可以用。当然我也是有3套的工兵跟骑兵啊，所以在早期我才会用3个骑兵跟3个工兵的组合，后来就最后选择了3个步兵。你没有3套骑兵、步兵、工兵装备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用远程。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还是用2个骑兵、2个步兵、2个工兵，再加1个远程。但是远程的问题就是，虽然它报告很好看，但是你要往前推进，又或者是快速撤退的时候，其实用远程不太适合。尤其是你想要快速的把敌人旗帜给推掉的话，那远程有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如果你不顾全大局，你只想着自己想要拿到更多的击杀，你想要自己玩得开心而已，你不在乎你的王国会怎样，那么你可以用远程没有关系。那远程报告是肯定赚了，最强的组合依然还是用加长马达搭配小红帽，所以这边7个队伍就已经讲完了。那假设说你没有7个队伍，可能你的部队数量没有这么多，你的水晶科技没有提升到这么满等级的话，这里我也是帮大家组合搭配出来了。我这里使用的是2个工兵、2个步兵跟1个骑兵。为什么骑兵我只是选择用1队而已，而不是用2队呢？其实现在骑兵的表现呢不太好，你们如果有看我之前分享秦始皇的报告应该就知道了，但不表示说骑兵很烂，骑兵不是烂，它是因为很难控制。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之前大家应该有看过我分享那个野仗的新打法，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部队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你们可以注意看到，当我在战斗的时候，骑兵是很难控制的。骑兵你看到吗？他已经冲入人群了，看到吗？所以就是你想要把它拉回来，就会影响到你的战斗节奏。你想要把它集中在一起是很难的，因为它的步调不协调。你看，它一定会跑其他地方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大家选择1堆骑兵就好了，因为真的很难控制。我每一次打乱我自己节奏，就是因为骑兵冲进去了。所以我个人会选择1堆骑兵啦。当然你们有其他的选择，不一定要跟着我这个搭配啦。首先，秦始皇跟李成规这个也是保留。那诸葛亮、海尔曼，你们可以换成斐利啦。然后你用白起搭配华莱士也是一样，可以换成托军金。然后刘彻什么鬼都可以搭配啊，你们搭配白起，搭配其他的统帅都可以的。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把白起跟刘彻分开，因为这2个统帅其实真的很强，你没有必要把2个很强的统帅放在一起。至于骑兵的话，有些玩家可能不太想要去练霍去病，你们可以用贞德搭配亚瑟。因为如果你们用贞德搭配亚瑟的话，就是有2个 AOE 的统帅搭配在一起啊，所以你们可以往多 AOE 的方向去想。这样我还会保留海尔曼，是因为它还有 AOE。至于我的骑兵账号，其实搭配也比较单纯一点的，就是你看到有什么骑兵就搭配什么骑兵。我用亚瑟、斐利，然后这个萨拉丁、李成规、项羽、贝利、霍去病、威廉、司机、贞德。那个阿提拉武田呢，其实是没有用的啊。然后如果要用6个队伍的话，其实我还有一个远程队伍，就是用小红帽搭配老虎。我没有练加强马达，因为我想要输出多一点我不想要那个辅助的能力。那当我如果用5队，就变成说我这边骑兵就会多1队出来嘛，我就会移除掉我的萨拉丁，因为萨拉丁其实表现一般般啦。当然如果你没有萨拉丁，你想要用查士丁尼的话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会比较偏好用萨拉丁多一点，然后就换成远程。对于有一些玩家就蛮好奇我的装备呢，那确实我依然还是5套骑兵装备啦，但是有专属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基本上能够觉醒的都已经觉醒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远程，远程的话还在搞啊，就那个领袖装备嘛，但是运气不是很好，一个专属都没有。那接下来应该就是做饰品了，不然要切换很麻烦了那大致上是这么多了，希望那个影片有帮助到各位，我们下个影片再见。